8大的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。表面会跟你讲说，小姐跟客人是不能私下交换资料的，不能私接 S 的，不能怎么样怎么样，那都是不一定的。常有耳闻后生晚辈过度崇拜那些前辈，那些前辈就会假借这个，你不会做节目，哥哥教你，然后就带到其他地方去教他怎么做人，那怎么做节目了。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抓嘛，可能曾经有人真的跟主管有交往，会被联想成这种裙带关系，不代表每个当主播的人都是一定有，我有这个潜规则陪睡，我有那个潜规则，我是曾经整形这超漂亮，我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，并不是。新人来说，可能有的时候比较不敢讲话，比较胆小。医生从你旁边走过去，就这样子偷摸一下你的屁股啊，蛮常见的。外商呢，其实它都是一个自由开放、很温柔的态度去问你说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然后但是问题是后面都是很坚决的，就是你就是要去做。例如调动职务，那如果你没有接受调动职务的这个询问，他可能会说没关系，拿不掉，但是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你到人工去了。包工头必须要对建商负责，所以必须要花钱去请他们吃饭，甚至有听过是要去花天酒地，要去酒店这样子。通常会先来了解你的状况，你为什么要做半道店？你缺钱，那是多缺钱？惧不惧怕大体？那因为我们现场的状况很多，死亡1个月的、支离破碎的、车祸上吊，诸如种种的往生者。其实没有什么门槛，也没有学历的限制，只要你肯、愿意学、愿意做，都可以直接来应征这样子。通常会有一个团体讨论，他们会来观察说每个人的个性大概是怎样，他们最喜欢的是比较有同理心的人。为什么想要来我们公司啊？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期许？对艺人的逻辑有多少？比如说沈玉琳临时退我通告，那你就要帮我想出3个可以抵沈玉琳的艺人。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要有很健康的身体，比如说肝。大概就是年薪100万以上，基本的工时就是按照政府的法规9个小时，55K 左右，工作时数大概就是9个小时。我们不是用固定月薪去分的，是抽成制，一支1000块。那工时的话，大约是7到8小时，没有一定，这个跟小姐怎么跟经纪人谈的有关。10万块应该是不成问题，看你的努力，最高当然也可以有20-30万。接体员来讲的话，24小时待命，3万5上下。然后工作时数，认真要说可以说就是一整天嘛，4万到5万之间。工作时长跟每个人的业务不同，像我个人的话，9个到10个小时。台积电工程师的薪水也已经不是秘密了，在网上其实都查得到。每天平均的工作时数11、12小时吧，7万5到10万左右。工作时间一天大概就20个小时吧，2万8，工作8小时，台币10万，非时大概在100个小时左右。大概就5万多，就是包含我的夜班，一般就是8个小时。比如说我说可能忙起来要加班，病人急救，大概就到14个小时，甚至17个钟头，不一定。我们是以日薪来计，换算月薪的话，大概是8到9万，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。虾皮的福利还蛮多的，就是从我们1年有18天年假，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跟课程，比如说大家很熟知的地位万圣节，我们会收到艺人的签名 CD、演唱会的门票。在公职上的福利就是会有国民旅游卡，在杜拜置产的话，1年可以补助你40万左右，等于说这一栋房子根本就是送你。员工认股85折的优惠，拿到一些媒体特殊的价钱，有一些新品的也会抢先给我们试用。等不到 iPhone 时机的时候，那我们总是比较容易先拿到来做评测嘛。我得过网球肘，诊断出来，医生说这是网球肘，有在打网球吗？对，网球我打太久了，失去了当观众的乐趣。走进这个行业之后，你看到就哇，这个主持人20万，哇，这个来宾1万5、1万8，然后就开始算钱，然后这个后置、这个特效怎么样？这个脚本怎么写？放松看节目的时候，你反而是在工作。一天要看好几10支、20支影片，你1个礼拜就要看上百支影片，用眼过度，有飞蚊症。在飞的时候，气压没有办法调节，所以我得了一个叫 barotrauma 的东西。连我现在在平地，就是其实还蛮常会有耳鸣的状况。
工作的现场通常是没有遮蔽物，所以我们将近会有8个小时直接曝晒在太阳下面，会得到皮肤癌。护理师的职业伤害其实很多，胃癌啊、胃不舒服、泌尿道感染这些之类的。因为我们忙起来的时候，8小时不能吃、不能喝，也没办法上厕所。我们很常会照顾好病人，但是照顾不好自己。大家对台积电的刻板印象应该就是工时非常长、很爆肝，然后钱领了很多、很爽这样子。那其实差不多。很多人都会忽略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医护人员其实才是24小时随时在跟病人相处的人，所以病人有一些些微的变化，其实我们才会是第一个发现的。就是医生开刀很重要，但是医护人在后续的照护上面其实是功不可没。便利商店店员工作不就也这样？所以你会觉得他们为什么态度这么差，老脸在臭什么？可是当我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，我发现 OK 很多，其实他们一切都凑得很合理。大家也会以为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上班那1-2个小时的播报，播完就下班了。其实也不是，其实私底下我们也在忙着做一些采访、写稿跟企划的工作，所以也不是像大家想的，好像只要美美亮相、光鲜亮丽就好了。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。爽爽的领政府的薪水啊，然后都是肥猫啊，4点就下班啊，然后有寒暑假啊，周休2日啊。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，他们是经过岁月的累积，然后变成老鸟之后才可以有这样的福利。但是身为菜鸟，就像我寒暑也还是要上班，然后有时候我6日也加班。你说做8大是不是就能够财富自由？没有这回事，因为你需要治妆嘛，那你需不需要医美？你需不需要让自己更漂亮？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变得很财富自由，然后做事很勤恳。曾经有去踢爆一些黑心厂商的新闻，那当这个新闻播报出来之后，问题被政府给重视了，因此受害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，那你就会觉得很窝心、很感动。那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游民，是他可能也喝醉，到我们厕所里面上大号。他可能也拉肚子吧，所以他就沿路就真的拉裤子，让他沿路滴出去。然后我就从外面一路拖到厕所里面，把他整个弄干净。遇过一个我觉得是对病人还蛮好的事情，但是我可能就限制了他的活动，他就会觉得说，你是没有妈妈的小孩嘛？你怎么这么没有同理心？也会觉得我把你当就是真的像家人在照顾的时候，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原因，甚至被骂到家里面的长辈，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事情。妈妈生第3胎，那医生跟她讲说，生下这个孩子有非常大的风险，但是妈妈也坚持生下来。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妈妈就走了。你就会听到老一辈的人讲，生的过满又胖，生没过死得棒。然后又看到他们的孩子那么小的时候，其实很难过。一个客人服务时间是1小时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曾经连打13个还14个客人，而且是没有休息，一直撸，就是真的想像工厂女工这样来了就撸，来了就撸，来了就撸。共体时间吧，我们不会裁员，我们要跟大家共体时间，然后隔2天之后就开始陆续裁员。帮我一下下这件事情，对啊，通常他请你帮忙一下下，那个通常都不会只有一下下。我自己就有遇过，有一个客人他要去银行办事情，那他把他的小孩寄放在我们这边，请我帮他顾一下下。他这个一去就去了3个小时，薪水领的比别人多，那你事情就要做的比别人多啊。拿的钱比你多，不一定是说他当下要做的事情要比你多，也许这都是人家过去所付出的努力。今天要准时下班，就每天早上打卡的时候，然后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要准时下班，大家都说好。然后6点的下班闹钟一响的时候，我们默默看彼此一眼，把闹钟关掉，然后最终下班可能就是8、9点了。我明天一定会到，结果根本人就找不到。你有在接 S 哦？那可以无套吗？怀孕很好啊，怀孕就连接3个月无套，然后快3个月把孩子打掉就行了。我希望老板们可以慎选一下员工，因为如果有遇到思绪不太清晰，然后没有办法配合你的伙伴，其实会让你的工作更辛苦。不能以收视率来以偏概全，什么样的主题都一定有会想要看的族群。收视率它是唯一一个指标，但是它又不能代表全面社会的现象。我希望大家把做8大就是脏的这个标签先撕掉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成职业去看待，而不是当成阴沟里的老鼠在做的事情。职场上是觉得还好，因为其实我们小编说真的就是正常上下班啦，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没有什么想改变的。就是有时候甚至看到可能隔壁节目组他们因为会比较辛苦，都还在加班嘛，就会觉得好，自己算幸福。
我没有办法去做改变。我希望政府能够替殡葬业者做改变，因为其实很多政策来讲，对我们殡葬业或者接体员都是不友善的。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接体员是第一线接触工作人员，我们的疫苗却是最后面才打的。改变一下我们的护病比例吧。希望资方可以再更多的让利给下面的劳动者。再来就是它的生态，我们做工人是没有劳退的，没有年假的，这个希望资方可以再多重视这一点。台湾的这些置入法规里面，他们还是有很严格的要求，希望是可以电视法规修法，开放更广泛的节目置入。